一个侧妃，一个太子，还没进门就想用火盆废了我的手。他们以为苏家的女儿是泥捏的。且慢，敢问殿下，苏家女犯了何等大错，竟要受此私刑？沈尚书，你来的正好。你这外甥女初入东宫便殴打侧妃，以下犯上，姑不过是教教她规矩。舅舅明鉴，妹妹一进门便掌压婉儿，又踹婉儿的膝盖。婉儿只是按府规让她行礼，何错之有？按府规？林婉儿，你一个侧室，要我这个陛下亲封的太子妃向你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哪条府规？你念出来我听听。殿下，婉儿只是按皇后娘娘的意思。苏昭宁，你少拿身份压人！姑告诉你，在这东宫，姑说了算。你打了婉儿，今日就必须给她赔罪。赔罪？用火盆赔罪？殿下，苏昭宁是陛下钦定的太子妃，他父亲苏将军在北疆引兵卧雪，母亲散尽家财充盈国库。若无苏家散的财，守的官，哪有今日的安稳？今日之辱，我沈家与苏家没齿难忘。这婚服与大婚用具，臣已送到。但若殿下执意要动私刑，臣这就进宫面圣，请陛下评评理。殿下，婉儿膝盖疼得站不住了，脚腕也肿了，妹妹那一脚怕是伤了筋骨，不如就罚妹妹替我捧着这暖风火盆跪上2个时辰吧，暖暖我的膝盖和脚腕，也让她长长记性，知道这东宫到底谁说了算。好，就依婉儿。来人，把火盆端过来。太子妃得罪了，您若是不听话，这手可就不是捧着火盆这么简单了。太子殿下，动手前想好了，如今这国门是我父亲在守，这国库是我母亲散尽家财才充盈的，而我是他们唯一的血脉，就连陛下见我都以礼相待。你确定要动？殿下，这天下姓李不姓苏，您才是太子，未来的君王。他仗着苏家军功，竟敢不将您放在眼里。婉儿自幼到大，何曾受过今日这般奇耻大辱？请殿下为婉儿做主。好一个苏昭宁，还敢拿父皇压姑！姑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这东宫的天，让他给婉儿跪下磕头赔罪。这一刻，磕碎的不是我的额头，是他李承泽最后一点当太子的资格。你看，姑动了你又如何？你苏家的功劳是父皇的恩典，但在这东宫，姑才是天。姑让你跪，你就得跪。婉儿，什么时候他让你满意了，姑再让他起来。烧吧，今天这双手捧过的火盆，来日就是你们跪在我面前求饶的铁证。住手！殿下今日所为，臣已尽收眼底。这火盆，这血迹，这满天的宫嫔都是人证。臣这就进宫，请陛下圣裁。昭宁，我们走，这东宫不待也罢。舅舅，没什么，不过是太子殿下和侧妃觉得我这商贾之女不懂规矩，非要我行三跪九叩之礼，给我立规矩罢了。殿下，这是何意？阿昭乃陛下亲封的太子妃，未来东主主母，区区侧室竟敢索要正妻跪拜之礼，这是哪家的规矩？沈尚书，少拿父皇来压姑。这苏氏还没进门，便欺辱婉儿，毫无正妻贤德。姑是太子，这东宫之内，姑说了算。殿下说这话是不将陛下放在眼里了。陛下亲封的太子妃，殿下竟敢在婚前动用私刑折辱。若殿下执意如此，老臣这就回宫，请圣上主持公道。哦，尚书大人，这是在威胁太子？老臣不敢，老臣只为苏家讨一个公道。公道？林婉儿是侯府嫡女，本宫的亲侄女，出身世家，血脉高贵，一介商贾，靠着几个钱博了些虚名。婉儿要她行礼下跪，有何不妥？况且大婚未成，她便不是太子妃，给太子侧妃行个规矩礼也是应当。皇后娘娘此言差矣。苏家虽曾从商，可北疆城墙是苏家出资修筑，边军东夷是苏家布料缝制。我妹妹散尽家财，国库才得充盈。我外甥女是苏家唯一血脉，陛下亲口赐婚，如今却要受世家女折辱。老臣倒要请问皇后，若无苏家散的财，守的官，哪有今日的安稳？沈尚书，你放肆！苏家之功，圣上已有恩典，难道还要挟恩图报不成？
姑母，他不仅动手打我，还口口声声拿陛下压人，这般骄纵，日后岂不是要越过殿下，统领东宫？来人，尚书大人在东宫咆哮失仪，给我掌嘴10下！住手！别动我舅舅！皇后执意包庇侧妃欺凌正妻，老臣就算拼上这条命，也要奏明圣上。那便等你见了圣上再说。现在把苏家女的手按进火盆。我看谁敢动我女儿！我的乖女儿受苦了。李家的小子，你敢伤我女儿，老子今天就劈了你！苏将军，你敢在东宫拔刀，是要谋反吗？谋反？苏家在北疆替你李家挡了10年的刀，现在连自己女儿都护不得了。你侄女要我女儿3跪9叩，还要用火盆烧她的手，这就是你们皇家的规矩。今天谁再敢碰我女儿一根手指头，老子就先劈了这东宫的门槛！苏将军，你放肆！姑是储君，你敢对姑拔刀，已是死罪。爹，别在宫里动刀，为这没脑子的储君赔上性命。不知道，他还不配让您这把守了10年国门的刀沾上自己人的血。苏将军好大的威风！你女儿打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规矩？可见苏家只许自己欺负人，不许别人还手。你一个侧室，谋害未过门的正妻，还敢大放厥词！我夫君在北疆引兵卧雪时，你林家在何处享福？我苏家散尽家财充盈国部时，你侯府又在何处？姑母，您看他们苏家根本不把皇家放在眼里。放肆！你们一家子商贾武夫，真以为这东宫是你们撒野的地方？来人，将苏家这3人给本宫拿下！哼，苏昭宁，你以为拿你家那点微末功劳就能压住姑？今日姑就让你看清，这天下到底谁说了算。都给姑动手！谁敢退缩，姑砍了谁的脑袋，连做家人！李承泽以为搬出金甲卫就能压住我苏家，可他忘了，这金甲卫的统领当年是我爹从北疆死人堆里背回来。我看谁敢动手！父皇，混账东西！父皇息怒，儿臣……你给朕闭嘴！朕的太子，朕的皇后，在这东宫正厅动用私刑，折辱朕亲封的太子妃，好得很。皇帝来了，他看到不是一场家事，是太子和皇后联手在打他亲封太子妃的脸。这一局，李承泽已经输了一半。好啊，真是好啊！东宫今天可真是热闹非凡。陛下息怒，都是一些后宅的小误会，臣妾自会处置妥当。陛下明鉴，是苏家姐姐先动手打臣女，太子殿下只是想为臣女主持公道，并非有意冒犯苏家。持公道，这就是你们主持的公道？用烧红的火盆去烫一个未过门的太子妃？皇后，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侄女和你管的好儿子？陛下，苏氏他仗着苏家军功，骄纵跋扈，不敬太子，臣妾也是为了皇家的颜面才……住口！皇家的颜面就是被你们这样丢尽的。朕问你，苏昭宁的太子妃之位是谁封的？是父皇您亲封的。那朕再问你，苏家为我大周立下了什么功劳？苏将军，镇守北疆10年，苏夫人散尽家财充盈国库。那朕的江山是不是应该有他们苏家的一半？你说话，朕说过的话你当是耳旁风吗？你有什么资格敢动朕亲自许下的太子妃？你有什么脸面去折辱功臣的唯一血脉？你这是在打朕的脸！臣知错。好孩子，受委屈了。皇帝亲自来扶我，他扶的不是我苏昭宁，是苏家在北疆的10万铁骑，是我爹娘散尽的家财换来的江山安稳。太子李承泽德不配位，禁足东宫3月，操孝经百遍，临事婉儿，心肠歹毒，以下犯上，体夺侧妃之位，贬为庶人，杖责30，逐出宫去。皇后治家不严，教子无方，
即刻回坤宁宫闭门思过，没有朕的旨意，不许踏出半步。3道旨意，禁足、贬庶、闭门思过。皇帝这是在用李承泽和皇后的脸面替我苏家铺台阶，但这台阶我未必就要顺着走。昭宁，朕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朕想听听你的意思，这门婚事你还愿不愿意？还以为我会顺着台阶下，毕竟一个女子面对皇权，除了接受还能如何？可他忘了，我苏家的女儿从不靠委曲求全活着。陛下，臣女不愿。苏昭宁竟敢当众拒婚！你不愿？是，臣女不愿。太子殿下与林氏情深似海，臣女不敢插足。更何况，臣女的父亲镇守国门，母亲倾尽家财，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女儿来这东宫受人折辱的。我苏家的女儿，便是嫁给乡野村夫，也断没有给人做妾的道理。更何况是嫁给一个心里早已有了别人的储君。与其日后在东宫斗得你死我活，不如今日一别两宽。恳请陛下收回成命，解除婚约。苏昭宁，你别给脸不要脸！姑乃太子娶你是你的福气。福气？他到现在还以为太子之位是铁打的，却不知他父皇今日能进他的族，明人就能废他的位。婚约是朕金口玉言定下的，岂能儿戏般解除？君无戏言，但储君无德。我苏家的女儿绝不嫁给如此羞辱她的人。苏将军，你是在教朕做事？接这话是在赌皇帝不敢动苏家，可万一金甲会的几剑，下一秒就会刺过来。好一个苏家，果然满门忠烈，风骨不俗。婚约不能解，但朕可以给你苏家一个交代。从今日起，东宫所有事务交由太子妃苏氏全权掌管。太子禁足期间，若无太子妃首肯，不得踏出殿门半步。至于林氏，杖责之后不必逐出宫了，直接送去浣衣局，终生不得赦免。父皇，不可，婉儿她，你没资格跟朕讨价还价。昭宁，这样的处置你可还满意？浣衣局，宫里最苦最累、永无出身之日的所在，让一个侯府嫡女去那里，比杀了她还难受。皇帝这是在用林诺的下场告诉我，他给足了我苏家面子，但这婚必须结。陛下，七皇子殿下奉诏前来。七皇子李玄，朝中人人都说他是贤王，不问政事，可皇帝偏偏在这个时候召他前来，这绝不是巧合。玄儿，你来了。从今日起，你搬入东宫，替朕好好看着你这不成器的皇兄读书思过。在太子妃大婚前，东宫内外皆由你监管。让一个皇子住进太子的东宫，名为监管，实为监视。皇帝这是在敲打李承泽，还是在敲打整个皇后母族？这一步棋走得比我想的还要狠。父皇，不可啊！东宫乃储君居所，启禀他。朕看他比你这个储君更懂规矩。儿臣遵旨。这位七皇子，传闻中体弱多病，不问朝政，终日只与书卷为伴。可今日一见，他站在金甲卫的刀戟丛中，比李承泽这个太子还要从容。传闻未必属实。陛下，太子乃国之根本，您如此做，岂不是让天下人非议？难道为了一个商贾之女，您就要动摇国本吗？皇后，看来你还没想明白自己错在哪儿。来人，送皇后回宫。陛下，臣妾是为了大众的江山社稷，你不能这样对臣妾。浣衣局，宫里最苦最累、永无出身之日的所在，让一个侯府嫡女去那里浆洗衣物，受一辈子苦役，比杖毙她还让她难受。皇帝这是在用林婉儿的下场告诉我，他给足了苏家面子，但这婚必须结。苏将军、苏夫人、沈尚书，今日之事，朕心中有数。苏家的委屈，朕不会白让你们受。苏昭宁，你满意了？你以为靠着父皇就能压我一辈子吗？你等着，今天你让我受的辱，来日我一定百倍奉还。百倍奉还？他现在连东宫的门都出不去，身边唯一的靠山皇后也被拖回宫了，除了放狠话，他还能做什么？跳梁小丑的无能狂怒罢了。爹娘，舅舅，我们回家。你敢走？你已经是东宫的人了。太子殿下，陛下有旨，在太子妃大婚前，她还是苏家的，来去自由。多谢七殿下。不好了，陛下，皇后娘娘她昏倒了。
昏倒，早不婚晚不婚，偏偏在我们即将走出宫门的一刻昏。皇后这是在用她的凤体做筹码，逼皇帝收回成命。苏将军、苏夫人、苏小姐，请留步。皇后娘娘忧思成疾，凤体为何？太医说须得静养，不宜再受刺激。令邻家侯爷在宫外长跪不起，为女求情。陛下为稳固朝堂，特此修改旨意，林氏不必去浣衣局，改为禁足院中抄写佛经，为皇家祈福。侧妃之位敕夺，但人保下了。邻家侯爷长跪不起，皇后母族盘根切节，皇帝为了朝堂稳固，不得不让步。可这一让步，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苏家的脸面可以被皇后和林家联手踩回去。皇后和李承泽的反击已经开始了。我即将嫁入的不是一个太子府，而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牢笼。皇后用一场昏倒就保下了林婉儿，下一次她还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我？一时的退让是为了让野兽彻底走出洞穴，等他到了阳光下才好一剑毙命。一时的退让是为了让野兽彻底走出洞穴，他是在提醒我，皇后和林家这次的胜利恰恰暴露了他们的底牌和手段。可七皇子为什么要帮我？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欺人太甚！皇帝老儿这是什么意思？打了巴掌给个甜枣吗？把婉儿那毒妇轻轻放过，这是拿我们苏家当猴耍！看来皇后和林家的势力比我们想的还要根深蒂固。昭宁，这东宫真是龙潭虎穴。如今陛下已经做了让步，再闹下去，便是与整个林氏家族为敌，与我们不利。为今之计，只能按陛下的旨意，先顺利完婚，执掌东宫大权，再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不，我苏昭宁从不吃这种哑巴亏。皇后想用一场昏倒就保下林婉儿，李承泽想看我嫁进东宫后孤立无援的笑话，我偏不让他们如意。爹、娘、舅舅，这婚我嫁，但是得按我的规矩来。三书六礼一概不能少，尤其是纳增之礼，必须昭告天下，彰显皇家对苏家这门亲事的重视。即刻呈送陛下御览。太子殿下，陛下有旨，苏家女感念天恩，愿如期大婚。但太子妃乃国之储母，婚礼关乎国体，三书六礼一概不能少，尤其是纳征之礼，必须昭告天下，彰显皇家重视。陛下已准了苏家的奏折。不就是要些金银俗物，打发了便是。孤大要看看，她一个商贾之女，还能有多大胃口？这苏家与皇家的婚事一波三折，今日纳增，不知太子殿下会送什么聘礼来？听说皇后娘娘前些日子凤体关上，林家那位侧妃也被禁足了。今日这排场，怕是皇家给苏家一个台阶下。李承泽以为我只是想借机索要些财物，皇后也以为我只是想弥补受的委屈，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金银俗物。太子殿下聘礼到！好戏才刚刚开始。太子殿下聘礼到！李承泽和皇后绝不会让我顺顺当当嫁进东宫，这些箱子越是气派，里面的东西只怕越是见不得人。这成何体统啊！太子殿下怎会如此糊涂？苏家为国戍边，散尽家财，竟落得如此对待，真是令人心寒啊！我苏家满门忠烈，为国为民，换来的就是这般的羞辱吗？李家小儿欺我太甚，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此举不仅是在羞辱苏家，更是在践踏国法，玷污皇恩。李承泽，皇后，这可是你们自己递到我手里的刀。你们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让我苏家忍气吞声？可你们忘了，我苏昭宁从来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臣女苏昭宁今日请天下人做个见证，东宫如此欺我辱我，
是我苏家满门功绩如无物，是陛下金口玉言如儿戏。此桩婚事，我苏家宁死不从。从今日起，我苏昭年与太子李承泽婚约作罢，此生不复相见。说得好，我苏家的女儿不嫁，这太子妃谁爱当谁当去。回去告诉太子和皇后，今日之辱，我沈家与苏家没齿难忘。老夫这就进宫面圣，定要为我外甥女讨回一个公道。混账！两个混账东西！父皇，儿臣只是觉得苏家乃商贾出身，不应太过奢侈，才从简置办了聘礼。从简？你管这叫从简？太子妃纳之，聘礼规格皆有定制，国库早已将银两拨下，那笔钱呢？朕的钱去哪儿了？陛下息怒，都是臣妾的错。是臣妾觉得苏氏性子骄纵，想借此敲打他一番，没想到他竟敢如此大胆，当众悔婚，丝毫不将皇家颜面放在眼里。住口！你们的颜面就是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挣来的，朕的脸、皇家的脸也都被你们丢尽了。父皇，这是儿臣监管两的期间查到的东宫内务府的账目，其中有一笔50万两的巨款，正是前几日从国库拨下的太子纳字用银，但这笔钱并未用于采买聘礼，而是被转入了林家在京城的几家商号之中。你这个逆子，你不仅蠢，你还贪！你这样的人如何承载我大周的江山社稷？李承泽，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得罪了我苏昭宁，而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不明白，一个连自己大婚聘礼都敢贪的人，根本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昭宁，是皇家对不住你。陛下言重了，只是婚约已废，臣女也该回北疆了。谁说婚约废了？朕只是废了一个不合格的太子而已。国不可一日无储。七皇子李寻温良恭俭，聪慧贤明，深得朕心。即日起册为新任太子。苏氏昭宁端庄淑逸，秀外慧中，与新太子乃是良配。李寻，七皇子，向来低调，从不参与朝堂争党。可今日他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拿出东宫贪墨的铁证，这绝非巧合。这个人远比李承杰危险得多，也聪明得多。我的太子妃，以后请多指教。指教谈不上，但既然这盘棋还没下完，我苏昭宁奉陪到底。只是这一次，我不会再把命运交到任何人手里。苏姑娘，您这身衣裳是去年江南的旧料子吧？我苏家为国散尽家财，你主子却贪赃枉法，谁更配站在这儿？这些余孽还在暴打，看来废了一个太子，抄了一个林家，还不足以让所有人看清楚，踩我苏家的代价是什么。婚约还没暖热，刀子就来了。商号挤兑，军饷暂扣，这两件事撞在同一天，绝不是巧合。有人在背后同时掐我苏家的钱稗子和兵权。苏姑娘，太子殿下说这是今年新供的燕窝，让奴才送来给您补身子。告诉太子，苏家的事我自己扛。他若真想帮忙，不如去问问户部，我父亲的军饷为什么被扣。这婚约还没暖热就来了刀子，好得很。既然有人迫不及待要试探我的底线，那就让他们看看我苏昭宁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小姐，林夫人跪在门口了。哪个林夫人？林婉儿的母亲，林侯爷的夫人，她披麻戴孝，跪在咱们府门口，哭得整条街都听见了。
苏姑娘，我林家满门流放，老弱妇孺无家可归，你就真的忍心吗？您苏家也是积善之家，怎能赶尽杀绝？是啊，林家都那样了，何必再踩一脚？得饶人处且饶人，苏家姑娘也太狠心了。听说林夫人跪了一上午了，苏家连门都没开。林家贪墨国坛挪用军饷的时候，可曾想过饶人？如今跪在这里演苦肉计，倒有一群人来替他们喊冤。这世道还真是谁哭得响谁有理。林氏贪墨国坛，害我苏家，如今求我去问陛下答不答应？我女儿已经被贬为庶民，我夫君被革职流放，您还要怎样？您是要逼死我们林家满门才甘心吗？这苦肉计演给谁看？你女儿在宫里给我下绊子的时候，你夫君在户部扣我军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嫁走。苏昭宁，你不得好死！你苏家早晚要遭报应。宁儿，商号那边又退了3家，商号退单，军饷被扣，林家人跪门，这3件事环环相扣，背后的人手段老辣，是要把我苏家一步步逼到绝路。这笔账我记下了。苏家世代忠良，镇守北疆多年，朝廷自然记得。只是如今朝局未稳，苏姑娘还是安分守己些，莫要节外生枝。太子殿下说的是，苏姑娘深明大义，定能体谅朝廷难处。北疆军务自有兵部调度，苏姑娘不必忧心。他防我如防贼，嘴上说着苏家世代忠良，转头就让我安分守己。这太子妃不过是另一场交易，他需要苏家的兵权来稳固储位，却不想让我有任何插手朝堂的机会。不必说了，自由不过是换了牢笼，从李承泽的羞辱换成了李寻的提防。这东宫从来就不是我的归宿，只是一座更精致的囚笼。林氏余党已盯上你父亲，北疆恐变。林氏余党盯上父亲，这是要断我苏家最后的后路。来得好，正好一锅端。我倒要看看这些躲在暗处的人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明日早朝，我要亲自递折子。这3行数字足够让户部那位张大人把吞下去的银子连本带利吐出来。林氏余孽，这次让你们连根拔起，从商号挤兑到军饷贪墨，你们以为躲在户部就安全？明天早朝就是你们现原形的时候。张大人留步，我父亲在北乡的军饷账目上差了30万两，正好和你张家私库多出来的那笔数目对得上。您要不要解释一下？苏姑娘，这是宫门重地，不是商号账房。你一个未过门的太子妃，跑到这里来拦朝廷命官，成何体统？张大人，这是你私吞北疆军饷的明细，每一笔都指向你张家私库。去年10月拨军饷20万两，10到北疆10万两，剩下10万两转进了你城南那间当铺的账上。今年3月又拨15万两，10到8万两，7万两进了你夫人娘家绸缎庄的柜房。要我继续念下去吗？这账册哪来的？苏家怎么会有户部的账目？我苏家在北疆守了10年边关，我父亲带着将士们引兵卧雪，你张大人却在京城拿他们的军饷开当铺买绸缎。今日当着诸位大人的面，你告诉我这笔账该怎么算？你血口喷人！这账册是伪造的！伪造？这上面盖着户部杜蚕司的朱红大印，你张大人亲手签的花押也在上面。要不要我请杜蚕司的刘主事来比对笔记？那花押确实是张大人的。去年10月那笔军饷，我记得是张大人亲自批的。苏家姑娘这是有备而来。苏姑娘饶命！是皇后娘娘指使我做的。她说只要克扣北疆军饷，苏家军心不稳，太子殿下就能……张大人，你方才的话，本宫已经记下，带他去刑部大牢，等陛下发落。这只是开始，林家还有后手。他这次倒是出手了。在我亮出账册，张大人即将供出皇后时，他恰好出现截住话头，这算结盟还是算计？不管怎样，军饷这条线已经咬住了，皇后也别想全身而退。
退股的商户从3家变成了9家，银根被抽走了70%，林家余孽在背后挤兑，这是要断我苏家的活路。但商号不能倒，父亲在北乡的军需还指着这笔银子周转。宁儿，城南那2家铺子，掌柜的今天也来辞工了。变卖城南2处田产，先稳住伙计们的工签，剩下的银子去请舅舅从礼部周转一笔应急。父亲在边疆拼命，我在京城守家。林家想用银根逼我低头，但他们忘了苏家在北乡守了10年，什么绝境没见过。这局棋还没输。苏昭宁，你害得林氏满门流放，害得皇后娘娘闭门思过，你还有脸在宫里走动？你主子贪赃枉法，克扣军饷，害我苏家险些断送边疆。我苏家为国尽忠，你主子为一己私利，差点暂送北疆防线。你告诉我，谁更该死？你一个商贾之女，也配提为国尽忠？你苏家不过是靠着几个臭钱！放肆！我是陛下亲封的太子妃，你一个宫女，以下犯上，按宫规该当如何？来人，将这宫女拿下，送去内务部，按宫规处置。苏昭宁，你不得好死！皇后娘娘早晚会回来，到时候你苏家满门。拖走。苏姑娘说的对，林氏贪墨国团，罪有应得。这宫女仗着皇后撑腰，在宫里横行霸道多少年了？苏家世代忠良，她一个宫女也敢辱骂？皇后的人还敢在宫里拦我？看来林氏余党还没死心，以为派个宫女当众羞辱就能让我乱了阵脚。可惜我苏昭宁从来不怕当面对质，越闹越大越好，正好让满宫的人都看看，到底是谁在贪墨国禄，谁在祸乱朝纲。苏姑娘留步，太子殿下让奴才传话，太子妃好手段，但小心反噬。反噬？从我接下这门婚约那天起，什么反噬我没见过。李承泽的羞辱，皇后的打压，林氏的挤兑，哪一样不是冲着苏家来的？他李训提醒我小心反噬，可他自己的算计，难道就不是另一把刀？北疆有变，你父亲被围，这次你得求我。条件是什么？他拿着父亲的军报来谈条件，嘴上说着北疆有变，眼里却藏着算计。他要的不是我求他，而是苏家彻底绑在他的储位上。可父亲被围，粮道断绝，我若不答应，北疆10万将士怎么办？军报上的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眼睛里。父亲被围，粮道断绝，而李寻恰好在这个时候拿着密函出现。他算准了我没有退路，算准了苏家等不起。可这笔交易一旦做了，苏家就再难从他手里挣脱。你父亲被围，军饷冻结，只有我能救他。条件是什么？别绕弯子。七殿下，你我之间从来不是施恩与受恩的关系。你递这封密函的时候，心里早就把筹码算好了。入住东宫偏殿，协理军务。协理军务？你这是囚禁，不是保护。把我关进东宫那扇门里，我苏家的商号，我父亲的军情，我就全被你攥在掌心了。3天后，我派人来接你。他拿父亲的命当筹码，逼我自投罗网。入住东宫偏殿，说的轻巧，那是把我变成他手里的人质。可父亲等不起，北疆等不起，这笔账我记下了，迟早清算。商贾之女也配住东宫偏殿？听说是被太子殿下亲自请来的，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这些余孽还在看戏，皇后倒了，他宫里的人却像蟑螂一样藏在东宫每个角落里，等着咬我一口。李寻把我关进这笼子，倒是给了他们最好的看台。太子殿下有令，苏姑娘暂居偏殿，不得随意出入，内外事务由内侍监打理。婚约成了枷锁，我竟无路可退。父亲在边疆生死未卜，我被困在这4方笼子里，连窗外的阳光都只给一窄条。李寻，你困得住我的人，困不住我苏家的根。宁儿，城南2家铺子的掌柜今天也来辞工了。城北的米铺被户部贴了封条，说是查税，可咱们苏家从不欠朝廷1文钱。姑娘，账上只剩3日周转金，9家商户集体撤资，咱们的银子被抽走了70%。先停掉所有分号，
保住主铺，把城南2处田产变卖，伙计们的工签一文都不能欠。回去告诉太子，我苏家还没倒，他困得住我的人，困不住我苏家的根。父亲在边疆生死未卜，我在京城被捆住手脚，户部贴封条，商户撤资，账上只剩3日周转金，这局棋快走到死路了。可我不能倒，母亲还在，伙计们还在，苏家的根不能断。户部奉旨核查北疆军饷，查苏家商号账目不清，银两来路不明，即日起冻结苏家名下所有商号往来银钱，待查清后再议。苏家商号这些年赚的也太多了，哼，商贾之家本就该好好查查。我苏家为国散尽家财，我父亲在北疆替你刘家挡刀10年，你刘家做了什么？贪没国库还是卖官鬻券？你手上这卷文书不是查案，是皇后旧党在替主子报仇。你放肆！放肆的是你！你一个户部侍郎，在宫门前拦住太子妃的马车，当众宣读未经3司会诊的冻结令，你这是查案还是逼宫？要不要我进宫面圣，请陛下看看你刘大人这份文书是谁拟的稿？苏姑娘好自为之。父亲，我快撑不住了。户部冻结军饷，商户撤资，皇后旧部当众羞辱，每一步都掐在苏家的命盆上。可我不能在宫门前倒下，不能让他们看见我哭。北疆军情恶化，父亲重伤。沈大人让奴才转告姑娘，北疆粮道断了，苏将军带伤守城，朝廷的援军还要半个月才能到。户部冻结军饷的事已经传到军中，士气不稳。告诉舅舅，我需他暗中接济苏家商号，但别让太子察觉。这笔银子不能走礼部的账，得走舅母娘家的私账。这婚约成了我的牢笼，这财富快被榨干了。父亲重伤，粮道断绝，军饷冻结，每一步都在把我往绝路上逼。但只要我不死，这笔账迟早清算。他来了，3天前逼我入住偏殿，3天后拿着军报站在门口，每一步都算得精准。父亲重伤，粮道断绝，军饷冻结，他手里攥着所有筹码，就等我开口求他。可我不能求，求了苏家就彻底输了。北疆军报，你父亲突围时中了流子，伤势不轻。户部冻结军饷的文书还在走流程，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解冻。你若再在东宫闹出动静，苏家满门难保。我父亲在北疆替你李家挡刀10年，如今他重伤在床，你拿他的命当筹码来威胁我，就不怕寒了边疆将士的心？你李家江山是靠我苏家军的白骨堆起来的。安分待着，别让我为难。宁儿，城南2家铺子的掌柜今天也来辞工了，城北的米铺被户部贴了封条，这些退股文书堆了3天，娘实在撑不住了。娘，户部冻结令已解，军饷解冻了，太子当众揭发了刘大人贪墨案，那些撤资的商户会回来的。重开城南分号，用太子解冻的军饷做保，稳住商户。告诉所有掌柜，苏家商号不倒，我苏昭宁还在。北疆已稳，你父亲伤势好转，但林氏余党仍在暗处。有人看见皇后旧当在京城东市出没，像是在盯苏家商号的货。告诉父亲，我在京城替他守好苏家。李寻，你以为帮我一次就能困住我？等我揪出幕后黑手，这东宫便是你的囚笼。林夫人跪在宫门外，说要替女儿赎罪。让她进来，我倒要看看林氏余孽还能耍出什么新花招。他们轮番上阵，以为我苏昭宁好欺，可他们忘了，刘大人跪在宫门前的时候，我就说过，这笔账迟早清算。苏姑娘，
臣妇教女无妨，婉儿在东宫屡次冒犯您，臣妇愿替她赎罪，求您高抬贵手，饶她一命。替女儿赎罪？林婉儿在东宫罚我跪火盆，挑拨太子休我，勾结皇后旧党，冻结军饷，哪一桩不是要置我于死地？现在跪在这里哭两声，就想一笔勾销？林夫人，你女儿在东宫做了什么，你心里清楚。这封悔过书我收下，但赎罪不是跪一跪就能了结的。我要的是你林家勾结皇后旧毒，贪墨军饷，陷害中士的全部证据。你今日跪在这里，不是替你女儿赎罪，是替你自己赎罪。林氏余党在京城东市盯我苏家商号的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人，苏昭宁不是棋子，这盘棋该我落子。林夫人这一跪不是求饶，是试探。他们想看我手里还有多少底牌，想看我敢不敢动林婉儿。可他们忘了，我父亲在北疆挡刀10年，我苏家散尽家财撑起国库。我从小就在账本和军报里长大，这点伎俩还不够我看的。苏姑娘，林家被抄后，老身连一口热粥都喝不上，求你向陛下求情，赦免婉儿，她知错了。他女儿在东宫罚我跪火盆，挑拨太子休我，勾结皇后旧部，冻结军饷，哪一桩不是要置我于死地？现在跪在这里哭两声，就想一笔勾销。你女儿害我时，可曾想过今日林家贪墨军饷的账册还在刑部存档？你今日跪在这里求我，是觉得我苏家好欺，还是觉得我会心软？你林家商号挪用的50万两军藏，是北疆将士的口粮。我父亲在冰天雪地里替你李家守关，你女儿在京城替你林家挥霍。你有什么资格跪在这里求我？舅舅送客，若再纠缠，直接报官。苏昭宁，你心狠手辣，你苏家早晚！林氏余孽，还有谁想试试？这一刀下去，够他们记住苏家不好惹了。林夫人今日这一跪，不是求饶，是试探。他们想看我手里还有多少底牌，可他们忘了。我从小就在账本和军报里长大，这点伎俩还不够我看的。太子殿下在朝堂上当众呈上林夫人挪用林家商号资金贿赂官员的铁证，陛下震怒，已下旨将林夫人流放边疆。他这次倒是主动出手了。李寻当众呈上铁证，是示好还是另有图谋？他困我在东宫偏殿时，可从没这么主动过。这一手我得看清楚。林氏已除，你该满意了。这是你欠我苏家的，不是恩赐。你当初困我在东宫偏殿时，就该想到这天。这婚约，我迟早要亲手斩断。他今日出手除掉林氏，不过是想借我父亲的军功逼我就范。李迅，你的算盘打得太响了。宁儿，城南2家分号今天全开了，商户都回来了。你父亲的军饷也解冻了，北疆来了信，说他伤势已好。重开所有分号，用太子解冻的军饷做保，扩大经营。告诉所有掌柜，苏家商号不倒，我苏昭宁还在。北疆已稳，你父亲即将回京，但李寻仍在暗中监视东宫，他的人在查苏家商号的货。告诉父亲，我在京城已替苏家守住了根基。这局棋我赢了这一步，但李寻的算计还没完。他暗中监视东宫，查我苏家商号的货，是想借父亲回京之机逼我完婚。可他忘了，我苏昭宁不是棋子，这盘棋该我落子了。寻，你以为除掉林氏就能困住我？等我父亲归来，这东宫便是你的囚笼。他暗中联络北疆旧部，想借军功逼婚，这一手以退为进，确实高明。可他忘了，我父亲在北疆挡刀10年，我苏家散尽家财撑起国库。我从小就在账本和军报里长大，这点算计还困不住我。苏姑娘，奴婢是被林氏胁迫的，若不从令，他就要杀奴婢全家。他替林氏监视我起居，每日向皇后密报我苏家动向时，可曾想过今日？现在林氏倒了，他没了靠山，才想起我苏昭宁心软，这算盘打得到精。你替林氏监视我起居时，可曾想过今日？你每日向皇后密报我苏家动向时，可曾想过你家里还有老小？我苏家不养闲人，
更不养叛乱。你今日跪在这里求我，不是因为你知错，是因为林氏倒了，你没了靠山，才想起我苏昭宁心软。舅舅，送客，若再纠缠，直接押送官府，按通敌罪乱处。苏昭宁，你不得好死！你苏家早亡！宁儿，这一刀够干净。林氏余孽已除，但东宫内卫还在暗中盯着，告诉府里所有人，从今日起，任何外人不得擅入内院。李寻，你以为除掉林氏就能困住我？这局棋才刚刚开始。他暗中监视东宫，查我苏家商号的货，下一步必然借父亲回京逼婚。我得在他出手前先布好局。苏家丫头，朕今日召你是要说清楚一件事：婚约未废，新太子已立，你该接受指婚了。陛下这是要借新太子立储之机逼我完婚，可我父亲在北疆守了10年边关，苏家散尽家财充盈国库，这婚约若再强求，寒的是边疆将士的心。陛下，臣女父亲在北疆替大周守了10年边关，苏家散尽家财充盈国库，如今婚约若再强求，恐寒了边疆将士的心。苏姑娘说的是实情，但儿臣以为婚约正是为了安军心。北疆已稳，苏将军平定叛乱，请求陛下赐婚以安军心，这是刚到的军报。他这是借我父亲的军功逼我就范，好一手以退为进。军报上写的是请求赐婚以安军心，可这8个字背后是他暗中联络北疆旧部，逼我父亲表态的算计。李寻，你的棋路我全看透了。陛下，臣女愿以苏家商号独立经营账册为凭，换取婚约自主。若太子真心为国，何须用婚约束缚？苏家商号已全面恢复经营，所有账目清晰可查，无需依附任何人。陛下，臣苏定方愿以10年军功换我女儿婚约自主，苏家的女儿不受折辱。父亲从北疆星夜赶回，铠甲上的风沙还没抖擞，就跪在这里替我挡道。有他这句话，这局棋我赢定了。苏家为国尽忠，朕不强迫。传旨，解除苏昭宁与太子李寻婚约，御赐金牌，特许苏家商号独立经营，任何人不得干涉。太子殿下，从此你我两不相欠，苏家商号会按自己的路走，不劳殿下费心。这枷锁终于断了，但李寻的算计还没完。他今日在殿上被我当众逼婚约，眼底那丝阴鸷瞒不了人，他必会另寻手段报复。我得赶在他出手前把商号的路铺死。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前脚退出御书房，后脚就联络江南商户，这是要掐我苏家商号的命脉，逼我回头求他。李寻，你以为解除婚约就能困住我？等我苏家商号遍布天下，这京城便是你的囚笼。窗外有人，这笑声不是风，是有人在听。李寻的人已经盯到苏宅内院了，他比我想的还急。